仙门小师妹赌气，独自一人离宗出走，结果刚下山就被合欢宗长老迷晕，关入地牢之中，疯狂采捕。我奉命去给他送饭菜，他跪在地上对我疯狂磕头，哀求我将他的护身玉佩带到宗门外，然后摔碎它，并承诺等他的师兄们将他救出后，就带我一起离开这个魔窟。我不忍他被凌辱践踏，便答应了他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得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师兄们血洗合欢宗，一个不留。临死之际，我不甘心地拽着他的裙角，他笑得天真又残忍。区区一个卑贱的凡人，竟成了我那么多跪拜，你说你该不该死啊？说完，他瞬间勒断了我的脖颈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给他送饭菜那天。只见白凝冰哀求地对我说道：“求你救救我，我给你磕头了！求求你将这枚护身玉佩带到合欢宗外摔碎，这样我的师兄们就会来救我。我知道你也是被掳过来的，你一定也很想离开这个肮脏的魔窟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小忙，发誓以后绝对会涌泉相报。求你了，救救我！”看着眼前这熟悉的场景，我死也忘不掉。上一世，我本是小山村里一户寻常人家的儿子，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小日子。直到10岁那年，爹娘在地里除草，猝不及防地被一道绸带勒断脖颈，紧接着尸体也被烈火燃成灰烬。那时我刚爬上树，准备摘果子，侥幸躲过了一劫。等仇人飞走后，我边哭边用家里的腌菜坛子将爹娘的骨灰收集了起来，安葬在后山的竹林里。随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小山村。我知道，若想弄清楚是谁杀了我爹娘，并且报仇的话，就必须要去学一些仙人的法术。不料我在前往大宗门的路上，被合欢宗鬼幽长老给掳走了。由于我年龄太小，又测出体内毫无灵根，鬼幽长老索性扔给我一套杂衣服，让我做些扫地砍柴的活计。我很想逃离这里，然而合欢宗到处都是禁制法阵，在多次目睹逃跑的修士被活活折磨致死后，我不得不暂时放缓了逃离的计划。平日就偷偷观察着各种路线地点，耐心等待着下一次能安全逃离的时机。直到有一天，鬼幽长老又扛了一个红衣女修回来。那女修长相清纯，极品冰灵根，修为虽然还不是很高，但体质却是极佳的双修好料子。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威胁鬼幽长老将他放走，否则等我的师兄来了，就要把整个合欢宗屠杀殆尽。长老听出他的出身可能不简单，但让他放弃唾手可得的高级炉鼎，他又不甘心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开启了隔绝法阵，不让那女修有任何机会向外面传递消息。只是那女修性子实在是太烈了些，从储物袋里掏出各种法宝攻击鬼幽长老。鬼幽长老一时不防，竟也吃了个不小的亏。他气急，当即封绝了红衣女修的灵力，又强制喂了她一颗药性极强的软骨丹，准备在月圆之夜和她双修。或许是我这几年表现得过于温顺乖巧，没有什么威胁力，鬼幽长老就命令我每日去给他送饭菜。可我刚进地牢，就见他跪在地上哭着向我求救，说自己是天玄宗掌门的小弟子白凝冰，随后塞给我一个泛着暖光的玉佩，让我在宗门外摔碎。开始我的内心其实是有点抗拒，毕竟我的血海深仇还没有一丁点眉目，合欢宗又处处都是各种法阵，说我能成功逃出去还好，可若是被发现了，那等待我的绝对是死路一条。然而看着脸色惨白又将额头磕出血的白凝冰，我的内心还是划过了一丝不忍，不忍心看着这个天之娇女被关在这肮脏的地牢任人凌辱。况且天玄宗可是修真界数1数2的大宗门，若是我救了掌门人的小弟子，或许他就能帮我追查是谁杀了爹娘。于是我找准时机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，靠着几年来一点一点规划的路线，有惊无险地逃出了合欢宗外面。出来后，我第一时间将玉佩摔碎，不过眨了几下眼的功夫，天边就迅速飞来好几个实力高强的仙门弟子，他们强行突破了合欢宗的禁制法阵，将衣衫尽退的白凝冰从鬼幽长老的胯下给险险救了回来。白凝冰的眸色猩红，歇斯底里地要求他的师兄将整个合欢宗的人杀光杀尽。当然，他也没放过蜷缩在角落里一脸惊恐的我，他的脸上不再楚楚可怜，取而代之的只有满满的屈辱和愤恨。忽然，他的袖子里翻腾出一根流光溢彩的绸带，死死地缠绕在我的脖颈上，嘴角缓缓扯出一抹残忍又天真的笑容。怎么，你以为我会对你感激涕零、涌泉相报吗？一个卑贱如蝼蚁的凡人，竟成了我那么多跪拜，你说你该不该死啊？随着胸腔里的空气快速流失，我不甘心地伸手死死拽住他的衣角。我太蠢了，轻易相信了他的话，不但害了自己，还帮助杀害我爹娘的凶手逃脱了苦海。他手中那个流光溢彩的绸带，是我每个夜晚中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见我的眼中满是不甘和浓烈的恨意，白凝冰一脸戏谑地说道：“其实，若不是我杀光了合欢宗的人，你恐怕一辈子都要在这群淫贼的胯下过活了。说起来，你应该感谢我呢。”说完，他手上一拢，那绸带瞬间勒断了我的脖颈。我空洞的瞳孔中倒映着他楚楚可怜、
奔向师兄们求安慰的背影。我太不甘心了，说重来一次，我定要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很快意识逐渐消散，可没想到再次睁眼，我竟回到了给白宁冰送饭菜的这天。见我迟迟没有反应，白宁冰眼底深处划过了一丝怨毒，但很快他就遮掩过去。随后他仰起头，楚楚可怜地看着我。我的师尊和师兄们都很重视我，只要你救了我，你就会得到无数的仙草灵药，天材地宝，保证你脱胎换骨，受用千年。现在的我对他恨之入骨，只想将其剥皮抽筋，以此告慰我在天之灵的亡父亡母，又怎么会再帮他传信逃离？但是我也不会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去。杀人诛心吗？我就是要让他在满怀期待中等到的不是救他于水火中的师兄们，而是那个可憎淫邪的鬼幽长老。我要他满身脏污的堕入无边地狱。他不是说我这个卑贱的凡人承不起他的跪拜吗？不是说他杀光了合欢宗的所有人，我该对他感激涕零吗？那我倒是要看看这时他没有杀光合欢宗的人，我和他又各自会落得个怎样的下场？想到此，我极力克制住用匕首抹了白宁冰脖子的冲动，随后装作一副惶恐不安的模样说道：“我也想帮你，可是外面好多人，我害怕。”闻言，白宁冰见我有松口的意思，立马将护身玉佩塞进我的手心。你放心，我的师兄们个个灵力高强，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听后假装垂下眼眸说道：“好，我帮你。只是外面的阵法很多，我又没有法力，不能绝对保证会把玉佩带出去。若是你迟迟等不到救援，那我应该是已经死了。但没关系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等一下！不出所料，白宁冰叫住了我。毕竟若是我死了，他可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随后我转身，只见他面色犹豫，最后极为不舍地从左臂袖子里扯下一条流光溢彩的绸带。这个对法术攻击有很强的防御功能，先给你护身用。在鬼幽长老封住他的灵力时，就已经将他的储物袋给拿走了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仗。不过现在，这个东西归我了。我似笑非笑地睨了他一眼，将绸带接了过来，表面惊喜道：“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我一定能安全出去。姑娘等我，我这就去。”闻言，白宁冰松了口气，神色中也不自觉带了几分不屑和轻视，只是语气依旧不放心。你真是心地善良，你路上一定小心些。记住，玉佩一定要在合欢宗门外摔碎。白宁冰很清楚，他已经打草惊蛇了。现在整个合欢宗到处都是隔绝气息的阵法，若是在阵中把玉佩弄碎，那求救消息是绝对传不出去的。他已经等不起了，再有3个时辰就到了月圆之夜。若那时师兄们还不来救他，他真的就要被那死老头子当做炉鼎了。随后，我将玉佩紧紧握在手中，在白宁冰紧张又期待的目光中快速离去，然后转身直奔鬼幽长老的院子。随后，我敲响了房门。这个时辰，鬼幽长老正在雷打不动的修炼，他枯瘦的脸上挂满了皱纹。我总觉得他是个怪人，明明可以用术法将自己变得年轻俊美，可他偏偏喜欢用这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去玷污女修。这时门自动打开，鬼幽长老掀起眼皮子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有事吗？平日里我见到他都是有多远躲多远，今天还是第一次主动找上门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忐忑不安地将手中的玉佩举起。刚刚那个红衣女修说她是天玄宗掌门的弟子，还给了我一块玉佩，要我去宗门外摔碎，我不敢。闻言，鬼幽长老蓦然起身，一挥手将玉佩吸了过去。在看清样式后，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痉挛起来。我抓的竟然是他！见状，我装作被吓到的模样说道：“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吧？他说自己从未受过这么大的屈辱，等他的师兄们过来救他，一定要血洗合欢宗，尤其要将鬼幽长老您扒皮抽筋，碾碎神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我一边煽风点火，一边暗中观察着鬼幽长老的脸色。短短几息的时间，鬼幽长老的脸色就从震惊转换成恐惧，最后变成了破罐子破摔的杀意。我知道，在没有得知白宁冰身份的时候，鬼幽长老或许会将他当成一个长期炉鼎，但如今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，他断不会再让白宁冰活着离开地牢。他也很有可能会将我这个唯一的知情人杀掉。可我必须赌一次，因为我知道凡人想彻底杀掉修士，简直难如登天。更何况我摸了摸袖子里的法宝绸带，看白宁冰那么不舍，他想来也是个极品法宝，保我一命应该不是问题。随后，鬼幽长老将玉佩小心翼翼地放入了暗格中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又将目光定格在了我的身上。下一秒，他的手掌心凝聚着一股黑芒，却没有第一时间杀了我，反倒是阴沉沉地问我：“你觉得我该如何处置那个女修呢？”听后，我扑通一声跪下，诚惶诚恐道：“他放话说要杀光合欢宗的所有人，所以我觉得需要尽快斩草除根。虽说合欢宗有着极强的禁制法阵，但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要知道白宁冰可是天玄宗掌门的弟子，
又有几个疼他入骨的师兄。短时间内还好，若是长时间不见他人，天玄宗的人一定会倾尽全力找他的。这修真界有太多秘法，想要找一个人简直是易如反掌。虽然我恨不得他一辈子受尽苦楚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尽快杀了他比较好。鬼幽长老听后，眯起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哼笑声。心狠手辣，不拖泥带水。平日里看你颇为拐角，倒是没看出来和我还是同一类人。说着，他手中的黑芒也消了下去。见状，我松了口气，知道这一次稳了。在鬼幽长老眼里，一个温顺听话的凡人想杀就杀，但一个心思深沉、心狠手辣的同类倒是可以暂时留在身边斗个去。但不管他如何想，这场戏我必须演完。随后，我一脸虔诚地说道：“天儿自小在合欢宗长大，早已将合欢宗当做了家，所以我绝不能狼心狗肺帮着他灭了合欢宗。”闻言，鬼幽长老笑着说道：“董事，你退下吧。那个女人，我自有打算。虽然现在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杀掉白凝冰，再会师灭魂，但偏偏对方又是个极品炉鼎，只要与他双修个几次，就未必会上升一大段。要是就这么杀了，还挺可惜。我能看出鬼幽长老的纠结，但我到底只是个没有话语权的凡人，只能听话的离开了。反正在鬼幽长老手下，白凝冰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不死他也得脱层皮。实在不行，到时我自己用丑带将他勒死。虽然我这个凡人杀修是有点困难，但那丑带好歹也是个法宝，应该是可以杀死他的吧。等一下，我刚将木门关上，房间里就突然传来鬼幽长老阴冷的声音：“走，和我一起去看看那女人。”我看不懂鬼幽长老突然改变主意是意欲何为，但也只能乖顺的应了一声。上一世因为我的插手，毫不知情的鬼幽长老被白凝冰的师兄们挫骨扬灰。这一世有了我的提醒，他自然开始重视起来这件事。地牢里，他看着蜷缩成一团的白凝冰，单手掐着他的脖颈，将他提溜了起来，另一只手在他光滑的脸蛋上轻轻抚摸。原来你就是那天玄宗赫赫有名的仙门小师妹啊！看到我面无表情地站在鬼幽长老身后，白凝冰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只见他恶毒地瞪着我：“贱人，你这个卑贱的凡人，你竟然背叛我！”闻言，我无辜地歪了歪头。背叛姑娘，这话说的实在好笑。我本就是合欢宗的人，哪有帮外人去坑害自家的道理？更何且，说着，我上下打量了一下他，狼狈不已地嗤笑道：“更何且你还是个满口谎言的骗子，为了逃离这里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谎称自己是天玄宗掌门的弟子。”我不是骗子，我师父真的是天玄宗掌门。白凝冰恼怒地大吼着，对此我耸肩摊手。你说是就是吧。他到底是被自己的师父师兄们宠坏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不但不服软，还满脸狠厉地叫嚣了起来。我警告你们，最好赶紧把我放了，否则等我出去后，定要让师兄们血洗合欢宗，将你们千刀万剐，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看他被鬼幽长老掐着脖子，仍有勇气喊出这么一番话后，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本来鬼幽长老对他就已经起了杀心，如今他又这么一顿叫嚣威胁，我非常确信以及肯定，他怕是连一丝残魂都不会留了。看来我的告密以及故意刺激他的话语，已经成功让他失去冷静了。或许是被我的笑声给刺激到了。白凝冰猛然回过了神，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蠢话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不过很快，他就小心翼翼地扯住鬼幽长老的袖子，渲然语气道：“这位长老，我刚刚说的都是胡话。其实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发誓回去后一定会重重的感谢你。”然而他这般拙劣的演技，又怎能瞒得过阴狠狡猾的鬼幽长老？只见鬼幽长老冷冷一笑，甩手将他扔在了地上。你是其他宗掌门的弟子，或许我会有所忌惮，放了你。但你是天玄宗掌门的弟子，那么很遗憾，你死定了。闻言，白凝冰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不可置信道：“鬼幽长老冷哼一声：“谁人不知你是天玄宗的心肝宝贝，不可触碰的逆鳞。你大师姐不过是在宗门比武中不小心伤了你，就被罚了整整100魔鞭。后来更是将他的冰灵根都挖给了你，彻底沦为一个废人。洪门师姐上能下如此狠手，若我傻傻放你回去，我还能有命活？”闻言，白凝冰一时语塞，竟说不出反驳的话。他没想到自己不过是想向世人炫耀师父师兄有多重视爱护他，却不料竟断了自己唯一的后路。最后，他只能疯狂地摇着头：“这不是真的，是大师姐自愿给我的。”见他这个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我便知道
鬼幽长老所言非虚了，一瞬间恍然大悟，难怪他明明是极品冰灵根，修为却低得可怜，打架招式也全是些花架子，只会从储物袋里掏出法宝乱扔。原来他深挖了自己大师姐的极品冰灵根，给自己换上了。随后鬼幽长老也懒得再和他废话，直接掐着他的下巴就要喂他一颗赤红色的丹药。见状，白凝冰用力挣扎，摆脱束缚，手脚并用的往角落里爬，可惜下一秒就被鬼幽长老给拦住。只见鬼幽长老邪笑着说道：“放心，我只不过是拿些小玩意儿来助兴罢了。”话落，白凝冰被强行喂下药丸，药刚下肚，他就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。不多时，白凝冰的脸色就变得通红，身体紧紧地蜷缩在一起，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着。见状，鬼幽长老头也不回地对我说道：“出去！”白凝冰听后，猛地抬起了头，惶恐哀求地看着我：“不要走，救救我！”可我却视而不见，低声道：“是，天儿告退。”说完，我唇角勾起一丝解气的笑意，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。地牢中，被鬼幽长老死死压在身下的白凝冰惨叫连连，这声音听在我耳中，却仿佛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。上一世，我圣母心泛滥，拼死传递了他的求救信息，险险保住了他的清白和性命。可到临死前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那个杀了我父母的真凶。更可悲的是，我们一家三口竟都惨死在了他的手里，所以这种恶人不配被我救，他就活该一辈子待在地狱里，永世不得翻身啊！一连几日，鬼幽长老都待在地牢里没出来过，我也识趣的不再去打扰，而是积极的穿梭在宗门里，从合欢宗弟子的闲谈中提取一些关于外面的消息。毕竟白凝冰的几个师兄可不是好惹的，他们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将凡人碾成肉渣，所以我必须做好随时逃之夭夭的准备。鬼幽长老那个淫魔恶棍死就死，但我可不想再莫名其妙的为合欢宗陪葬。至于其他人的死活，更是与我毫无关系。要知道，我只是一个凡人，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膳食堂中，我卖力地清理着桌子，心思却早就被角落里两个人的八卦给吸引了过去。一个穿着粉衣的弟子颇为感叹道：“话说这天宣宗的人也是老糊涂了，放着好好的明珠不要，却偏捧着个云木当做宝贝。”闻言，他对面的男子一脸疑惑：“啥意思？”粉衣男子冷笑一声：“是知道玄阳宗那个天赋绝佳的掌门首徒穆青霜吧？当年是多么耀眼骄傲的一个美人啊，如今却被折磨得经脉紧断，双目失明，彻底沦为了人人可欺的废物。那几个他精心呵护长大的师弟们，为了给离宗出走的小师妹出气，已经将穆青霜吊在寒渊崖上2天2夜了。说是什么时候等小师妹消息回来，什么时候就放过她。唉，真是个可怜的人啊！”对面的男子听后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“不是吧？那寒渊崖全是杀气，我上次只在附近待了一小会儿，就难受的要命，更别说将人吊在上面2天2夜了。他们是想要穆青霜的命吗？真够狠的。”两人的讨论仍在继续，我的心脏却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若是没有猜错，他们口中的穆青霜，应该就是被白凝冰挖走冰灵根的大师姐。不知为何，我的心中突然腾起一个强烈的想法，我想救她。然而我只是一个凡人，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他们口中的傻气。于是我开始往地牢里送饭。第一次去，我看到了躺在尸床上只盖着一件薄纱的白凝冰，他的身上几乎没一块好肉，双臂以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，被打肿的双颊上满是泪水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好像衰老了10多岁，眼神看起来也涣散无光。鬼幽长老则盘腿坐在一旁打坐，神情中全是疲足和兴奋。见我不请自来，他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我惶恐地后退一步，提起手中的饭盒：“我来给他送饭，怕他饿死。”用不着，滚！闻言，我只得讪讪退下。第二次，我打了一桶水，说要给白凝冰清洗。正在兴头的鬼幽长老一道黑芒将我击飞出去，紧接着又在地牢门口结了一个防御法阵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从地上爬起来，快速跑回自己的小竹屋，解开外衫，露出了缠在我上半身的绸带。刚刚鬼幽长老的一击，我竟然毫发无损，甚至没有一丝不适的地方。这果真是个上好的法宝。顿时我心里有了主意。当夜，我便趁着巡夜弟子松懈时，按照上一世的路线逃出了宗门。我已经亲眼见到了白凝冰的凄惨下场，她现在已经是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状态。况且鬼幽长老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，也知道了她是天玄宗最受宠爱的小师妹，并不会再让她有活着的可能。
这个时候，我自然得为自己做好打算。白宁冰的几个师兄将穆青霜吊在寒渊崖上，说明他们已经发现自己联系不到白宁冰了。现在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是自己的小师妹在赌气，故意躲着不出来。但再过几天，他们定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现在的合欢宗对我来说极度危险。3日后，我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乞丐，靠着一路打听八卦，成功来到了寒渊崖，也见到了那个玄阳宗掌门首徒穆青霜。阴森可怖的悬崖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道瘦弱孤寂的身影被麻绳吊在枝上，一袭青衣早已被鲜血染透，手腕脚腕处各有一道狰狞的伤口。若不是他的胸口还有一些小弧度的起伏，我都要以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看着他遍体鳞伤的模样，我的心不自觉地揪了一下。随后我将他救了下来，然而还不等我松口气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：“谁允许你将他放下来的？”我心中一颤，连忙扭头看去，只见一个长相俊美的少年正一脸阴沉地瞪着我。下一秒，手中的长剑不由分说地向我刺来，感受着铺天盖地的杀气，我的脸色顿时一片煞白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的那一刹那，怀里的穆青霜不知何时醒了过来，死死抱着我的腰肢，从悬崖上扑了下去，身体急速下坠，周身一片黑暗。此刻我的心中后悔万分，我这该死的圣母心到底死几次才能治好？昏迷前，我隐约听到耳畔传来一道虚弱至极的声音：“别怕。”以及上方撕心裂肺的呐喊：“师姐！”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已经身处一个山洞里，身边燃着篝火，却不见穆青霜的人影。我小心翼翼地向洞口走去，外面的景色荒凉破败，目光所及之处满是阴暗星火，风声中的惨叫哀嚎声更是不绝于耳。不远处风暴中心，穆青霜盘腿而坐，周身肉眼可见的星空暗芒疯狂地朝他体内涌去。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他可能是在修炼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直到过了好久，穆青霜才回到山洞，他的那些伤口已经恢复如初，脸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，身上依旧穿着那破烂的血衣。不同的是，周身萦绕着一股邪力的气息，他的眼上覆盖着黑布，却依旧能准确地找到我的位置。他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，苦涩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们一家人。”闻言，我不解地看向他，只见他一脸愧疚地说道：“当年白宁冰，也就是我的小师妹，给我下了幻灵散，将灵力全失的我丢在了乞丐窝。若不是你爹娘恰好路过，并将我救了回去，恐怕我……”说到这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才又继续说道：“我没出事，白宁冰就记恨上了你的爹娘，在我身受重伤又被囚在禁地时，他曾来向我炫耀是如何杀死了我的救命恩人，又是如何将他们烧成了灰烬。”听到这番话，我胸口闷得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原来白宁冰杀死我的爹娘，只是因为我爹娘坏了他，陷害穆青霜的计谋。可是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爹娘？在我的记忆中，从未见过他。是这个。穆青霜指了指我挂在脖子上的红玉，这是我送给你父母的，能扛住元婴修士的全力一击。我以为我能护住他们的，是我太没用了。我心中猛地一闪，隐约想起来小时候我睡得正香，阿娘将一块泛着暖意的玉佩戴上了我的脖子，嘴里还念念叨叨说着长命百岁，邪祟不侵。原来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已经被谱写好了。这时他继续说道：“幸好这次我护住了你，否则九泉之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的父母。”在我消化这个庞大的信息之时，穆青霜忽然将我紧紧抱在了怀里。等我足够强大，我们就出去报仇。他的身子在微微的发颤抖，似是痛苦至极。听后，我的眼睛也一阵酸涩。我知道父母的死并不怪穆青霜，我爹娘心善，当时不管是谁，他们都会出手相救的。怪只怪白宁冰那个疯女人，自己的毒计没有得逞，竟然对毫无反抗之力的凡人下杀手，这是哪门子的邪门正道？我心底对白宁冰的恨意又加深了几分。接下来整整1年的时间，穆青霜除了每隔一段时间给我弄来一些果子猎物之外，其余时间都在不眠不休地吸取煞气。我不知道他没了灵根是怎么修炼的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身上越来越强大的气息，满是邪力和暴虐。有很多个瞬间，我甚至将他看成了从地狱归来的厉鬼，但是我从不害怕，我就是莫名的笃定他绝不会伤害我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再次出来时，我只觉得一阵恍惚。此时的合欢宗俨然成了一片废墟，看来天玄宗的人最后还是找到了白宁冰的位置，想来鬼幽长老应该也早死的连渣也不剩了，真是活该。只是不知道白宁冰现在如何。想到此，我扯了扯身边人的袖子，要去天玄宗吗？1年的时间里，我也逐渐了解到穆青霜在天玄宗里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自从白宁冰成为小师妹后，
他被陷害，被厌弃，疼爱着长大的师弟们撕了他的金丹，剜了他的灵根，动辄磨鞭虐打，寒冻囚禁，言语侮辱，那里是他的噩梦。穆青霜听后揉了揉我的头，当然要去。天儿不是说了吗？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人不能窝窝囊囊的活着。只是那难免是一场硬仗，以凡人之躯承受不住，所以在这里等我回来，好吗？我乖巧的点了点头，同意了。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像我这样无力之为零的凡人，到了那里只会给穆青霜添乱。修士斗法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我不想让他分心，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。有多少寻常百姓的亲人被修士之间的斗法误杀后状告无门，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。至少我已经凭一己之力毁了白宁冰一次，更何况我现在还有了超级厉害的穆青霜姐姐做后盾。我回到了我曾住过的小竹屋，我就坐在窗户前，看着天玄宗的方向，心中默默为穆青霜姐姐祈祷，一定要赢，一定会赢。我等待了整整3天，就在我即将等不下去，准备前去天玄宗查探情况的时候，却瞧见前方白雾里有一道若隐若现的人影朝我走来。走近了才发现，来者是穆青霜姐姐，她的手中持着利剑，正滴答滴答地往下滑落着鲜血。她看见我，脚步一顿，对着我温柔一笑，随后坐在屋檐下，拿起白布仔细地擦拭着剑锋。我快步走上前去，穆青霜姐姐，你这是打赢了。只见她神色淡淡，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碎了2师弟的金丹，剜了3师弟的极品灵根，断了4师弟的全身经脉，还有打了掌门1000魔鞭，刺瞎了他的双眼。听后我惊呼出声，见状，穆青霜姐姐动作瞬间僵住。天儿，你是觉得我手段残忍吗？可我没杀他们，也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听后我连忙摆手，激动不已道：穆青霜姐姐，你也太酷太厉害了吧，我好崇拜你啊，这个做法简直绝了。杀了他们只会让他们解脱，而废了他们才是最好的报复。实力地位的巨大落差会让他们日日夜夜痛不欲生，却又无能为力，这对曾经身为天之骄子的他们无疑是最致命的打击。闻言，穆青霜愣了一瞬，随后扑哧一下笑出了声。谢谢你，天儿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一个人，我觉得还是由你处置比较好。说着，他一挥手，瞬间一个不成人形的女子扑通一声滚落在地。我定睛一看，正是白宁冰。此时的她衣衫褴褛，看着衰老了许多，早已没了初见她时那副高高在上的灵动模样。她果然没死，不过看她如今的这副模样，想来被救走后的日子也过得不怎么样。在看清我后，她的眼中蓦然迸发出一抹强烈的恨意。贱人，都怪你！贱人！闻言，我不爽地眯了眯眼，随后狠狠一脚踹在了他的心口处。他的脸色顿时苍白，连痛哭声都发不出来。让我想想，是将你丢在乞丐窝里，还是送你上西天？说完，我从袖子里掏出了流光溢彩的绸带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就是这个玩意儿，杀死了我的父母，也杀死了上一世的我。放过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饶我一命吧。白宁冰的眼中盛满了恐惧，连忙改口求饶起来，也不管身体的疼痛，跪在地上哐哐哐地磕起了头。其实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挺佩服他的。他的求生意志是真的强，他自己成了废人，疼爱他的师兄也废的废，残的残，且心底明知道我不可能放过他，却仍为了那微乎其微的生存概率卑微祈求。可惜，偏要他死。在他惊恐的眼神中，我将他最珍爱的绸带一圈一圈绕在了他的脖子上，然后双手用力拉紧，感受着他挣扎的力道越来越小，直至不再动弹。困在我心口多年的郁结突然就消了。爹娘，儿子为你们报仇了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解决完一切，穆青霜姐姐牵着我的手离开了小竹屋。路上，她突然停下脚步，一脸郑重地看着我。天儿，你想成为修真者吗？听后，我眼睛一亮，随即又暗淡了下来，苦涩道：“我没有灵根，一点也没有。”你看这是什么？穆青霜突然掏出了一个盒子，打开，里面的东西正往外冒着缕缕寒气。见状，我诧异道：“你的极品冰灵根？”穆青霜点了点头：“是我从白宁冰体内挖出的，这本就是我的东西。只是我现在的体质早已被杀气改变，修炼不了冰系法术。我想移植到你的体内。”话落，我的小心脏开始扑通扑通乱跳起来。随后，穆青霜眼里满是痛苦的继续说道：“天儿，我不想你几10年后在我眼前老死，一直陪在姐姐身边，好吗？”他这一辈子失去了太多，也被伤害了太多。这一次，他想留住身边最重要的人。只是成为修真者后，要面对日复一日枯燥的修炼，危险重重的斗争，会远离平静祥和的生活。他说完，我便扑到他的怀里，朝他白皙绝美的脸蛋上吧唧亲了一口。我不怕，以后我们2人一直在一起，游遍修真大陆，尝尽世间美食。这一次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